各位朋友，大家好啊！目前咱们频道机械键盘也做了不少评测了。做这个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用机械键盘，机械键盘有更好的触感、反馈和耐用性，它的寿命更长，用起来也更舒适、更爽。不管是码字还是游戏用，它都是一种享受。而不像薄膜键盘，用起来就是平淡无奇的感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脉冲98配列的机械键盘试玩和拆解，就是我手上这个 G98。喜欢我的视频的老铁们，点赞关注走起。我们话不多说，开箱这个机械键盘。拿到这个 G98 的机械键盘，整体的话沉稳大气的黑色包装，这边则是脉冲的英文 logo， 98配列机械键盘的标识，型号就是 G98。这个键盘整体是非常有分量的，连包装盒一起的重量达到 1.5 公斤，也就是3斤的重量啊。打开包装盒，内部一张黑色的说明卡片，教你系统模式怎么切换，灯光是怎么调节等等各种各样的功能，让你快速上手，是没有压力的。这个则是透明的一个防尘盖，内部有一个缓震泡棉，键盘本体则装在一个环保袋子里面，一本用户指南，同时也是这个产品的保修卡。这是键盘附赠的2颗备用轴体，这是康腾特定制的轴体，我们后面会做拆解。键盘起拔器1个，带屏蔽磁环的一根 A 转 C 的数据线，同时也是充电线。这个屏蔽磁环我们给它一个好评。从环保袋子里面拿出键盘，我这个颜色是月破黑配色，康腾特风信子轴体的一个中配版本。这个键盘官方的售价是459，还有其他4种好看的颜色可以选。轴体的配置的话，还有白菜豆腐轴和烈焰橙轴等等可以选，参数我放在屏幕上，有需要的可以截图看看。这个键盘本体的重量是 1.15 公斤，分量的话是很足的。键盘整体就是98配列，99键位设计，我这个是灰色黑色的渐变色，主体则是黑色的一个框架。这个键盘的键帽是采用的是侧透的一种字面设计，所有的字母都在键盘的侧边。这里则是一个氛围灯条，同时它也是一个电量的显示条。左侧这里是3模切换的开关，顶部 Type-C 口，也是有线的连接口， 2.4G 的无线接收器就在这个地方，磁吸的一个收纳口的设计，很贴心的一个磁吸盖子的设计啊。背面这里2段式的高低支撑脚撑，底部有4根长条形的硅胶缓震脚垫，这里则是脉冲的一个名牌。这个脉冲 G98 3模键盘是很实用的一种设计，键盘结构也是采用高端键盘的 Gascade 5层填充的结构，键帽的话是双色侧透 PBD 键帽，轴体为康腾特定制的风信子轴，全系的轴座都是采用的 TTC 定制的轴座，内置1万毫安的超大电池，满足你长时间续航的要求。键盘内部的主控芯片也是脉冲定制的，是一颗延迟低至3毫秒的芯片，这个我们后面拆解的时候再介绍。整体键盘的声音属于很 HiFi 的麻将音，声音沉稳清脆，支持安卓、Windows、Mac 和 iOS 4种系统，可以随心切换。1600万色的炫酷灯效，可以随着你的心情变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键盘在我们实际使用的时候，它的每个键所发出来的声音。
听了这个键盘敲击的声音，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它的灯光效果。现在就是把这一个键盘，我们把它全部拆开，让大家看看内部的真实的用料。拆解之前，我们取掉这个东西，无线接收器的收纳盖，这是键盘的无线接收器。4个缓震脚垫下面都没有螺丝，没有螺丝的设计的话，我们直接就用这个撬棒把它撬开。撬开以后，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把这个盖子给它拿出来，取下这2个电池的排线。这个是键盘的上半部分，这是键盘的底壳部分。键盘的上下盖是通过这种按扣来扣起来的。键盘底部就是一张硅胶的垫子，这就是脉冲 G98 的硅胶衬底，这不是镂空的设计，全实心的。2块5000毫安的电池，这里一块，这边一块。这个就是键盘的后盖壳体，很扎实的壳体，大家可以看一下做工，没有毛刺，每一个冲压的地方都是没有毛刺的。我们后面拍摄每一个键盘拆解的时候，都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些做工的细节。这是键盘的有线和充电的一个连接排线，这是键盘的总成，这是 Type-C 的小板。这一块是键盘的一个外壳框架，框架做工好不好，我们就要看这个上面有没有毛刺。整体框架做工是非常不错的啊。这是电池电量显示条的一个灯光映射区域。这一张就是这个键盘的底面，非常的柔软，给大家看一下细节。非常柔软的一个底面。然后我们把这些键帽全部都取下来。这是这个键盘的 PBT 双色键帽，它的特色就是侧面透光的设计。这个键帽的字母全部刻在侧面。好产品就要看细节，大家看一下，内部有丝印，这个内部也有丝印。做工的话，我们就要看细节。键盘的外壳连接的地方都有这种硅胶缓震垫子，起到缓震的作用。然后我们把这上面的风信轴的轴体全部都取下来。这就是取下所有轴体以后的样子，背面有几颗螺丝，我们把它卸掉。这就是用来固定键盘主板的8颗螺丝。我们取下这一个键盘的白色的 PCB， 这是单键开槽的 PCB。这一张就是键盘的 PET 声优垫，声优垫就要听它的声音，清脆感。这一张是它的 IXP1 轴下垫，这样的话看厚度好看一点。看一下做工，看一下细节。PO 轴座棉非常的柔软，而且切割的地方都没有毛刺。这张是单键开凿的一个定位板，空格键这里有2条海绵的垫子，每一个卫星轴都有加粗的横杆，这就是卫星轴的细节，大家看一下。这是这个定位板的厚度，它是磨砂半透明的一个材质，整体做工非常的好，没有毛刺。这个脉冲 G98。我把它全部已经拆散了。先来看看这个键盘的一个轴体，康腾特定制的风信轴轴体。这个轴体键圈的朋友肯定不陌生。康腾特这家企业创立于1999年，是一家以制造精密开关为主的企业。2012年进入机械键盘行业，也是率先提出轴体声音概念的企业。而且这款风信子轴是康腾特的代表产品，整个轴体3种颜色，黄色的轴心，上下盖体则是浅紫和紫色。我拆开给大家看一下，这是键盘的加长的轴心，这是内部的加长的弹簧，这是轴体的上盖。看看内部做工的细节，这是轴体的下盖，内部的2个簧片都是镀金的，里面的触点也是镀金的触点，为十字交叉结构。轴体的柜角，这为平面的触底。这就是咱们拆解下来这一个风信子轴的几个组件。键盘的 PCB 电路构造、芯片的情况，我们视频会给大家介绍，就是为了让老铁们看产品评测就要从内到外看得清清楚楚，这就是参考意义，这也是我做视频的目的。这个就是脉冲 G98 的 Type-C 接口的小板，这边是排线，这个是小板。键盘的充电芯片思域型号 XT4097，
来自成立于2004年一家专注于高品质模拟和数模混合集成电路及功率器件设计的企业——上海南宁电子。这是一颗完整的单节锂离子电池充电芯片，内部集成 PMOS 开关管，采用恒定电流电压线性控制，加上反灌电路，不需要隔离二极管，带充电指示灯功能，具备各种保护功能，确保系统的安全可靠性。这一个端子就是用来接电池的一个接线端子，这是另外一个电池接线端子。这一颗贴片电容为充电滤波电容，规格是47微法，耐压10伏。厂家的话咱们没有查到。这就是这个键盘的5000毫安的聚合物锂电池，这一块也是5000毫安的聚合物锂电池，上面的丝印是一样的。这两块5000毫安的聚合物电池来自深圳蓝天中科能源科技，该公司成立于2011年，没有官网。一颗石英 65Z5 的正电压稳压芯片，配合这一颗 MLCC 电容给蓝牙芯片进行供电。16兆赫兹的贴片晶振负责为蓝牙芯片提供稳定的频率信号，确保蓝牙芯片稳定正常的工作。这个 G98 键盘的蓝牙芯片，丝印型号 BK3632S016D。这个芯片来自成立于2004年无线连接芯片设计领域内知名的上市企业上海的博通集成电路。这是一颗高集成度的 2.4GHz 无线 SoC， 支持蓝牙 5.0 双模式和专有协议。它集成了高性能射频收发器、基带、32位单片机、10位 ADC， 功能丰富的外设和内置 Flash。这一颗主控芯片的供电电容来自成立于1987年一家专业从事全系列铝电解电容器生产、制造、销售的企业常州华为电子。这个电容规格是47微法，耐压16伏，属于华为电子超小型引线式电解电容。这一颗就是 G98 键盘的主控芯片，丝印型号 BYK916， 来自成立于2005年，一直专注于游戏电竞类机械键盘、专业级游戏鼠及 PC 周边产品的应用方案开发的公司，深圳市贝银科技。这颗芯片属于贝银科技和脉冲键盘定制的一颗方案芯片，具体的资料是没有对外公开的。这一部分升压电路为整个键盘 RGB 灯管供电的电路。输入端的贴片电容47微法，耐压10伏，厂家来自成立于2019年深圳格奥精密电子，这家公司也是没有官网的。这一颗升压芯片丝印 B628， 实际型号 ARN3608， 跟充电芯片一样，来自上海的南宁电子。这是一颗微小型高效率升压 DC-DC 调整器，支持2至24伏输入电压，输出电压最高可升到28伏。芯片内部集成 PWM 控制环路、误差放大器、比较器和功率 MOS 开关管，输出电压通过2个电阻来进行设定。旁边一颗升压电感为贴片式电感器，丝印型号 3R3。规格 3.3 微亨，输出滤波贴片电容一样的来自格奥精密的47微法，耐压10伏的一颗贴片电容。这些白色的就是这个键盘的彩色的 RGB 灯珠，这上面有 KR 的丝印，但是厂家的话咱们没有查到。这些就是电量显示条的彩色 LED 灯珠。这个键盘的轴座上面有 TTC 的丝印 logo， 来自成立于1998年专业设计生产机械轴、数字编码器、电子开关及连接器等产品的知名企业惠州市正牌科电有限公司，公司简称正牌科电 TTC。 这家公司与很多国际大厂合作，比如罗技、雷蛇、戴尔等等。这个脉冲 G98 键盘试完拆解下来，可以看到脉冲的做工精细度跟其他性价比品牌确实做得好很多，用料也是好得多。康腾特的风信子定制轴体，定制的键盘主控芯片，键盘的轴座也是用的正牌科电 TTC 的定制轴座，这些都是需要成本来打造的。是不是诚意满满的一款键盘？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喜欢我的视频的铁铁们，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